疼死老子了！狼崽子犬牙尖利，半路调教养不熟，胆敢伤主！毒发的真是时候啊！阎王，我家主子有请。哎，抬着老子大驾去见你们主子！哎呀呀，颜渊，别来有恙啊！这狼狈的模样少见了，还是圈养的小晴儿伤你的。哼，你也有今天。不这样，你也没机会请我来啊！我来就是当面跟你说一声，当初你没拿下阎罗殿，如今故技重施，最多就是人财两空。却阎王，换挡这毒最近研制出了解药，你听话照做，没准能滋阴补阳，长命百岁。哼，老子搞不好都是他灭门仇人了。好巧不巧，你这算盘又打折了。当年你身中隐中银线末顶，你是怎么解的？将死之时被百里家族救了，但百里夫妻死在七叶堂。哼，这么说，你和百里清那小子有血仇啊？你把无恙给他时，你才一个10多岁的小子，会不会认识萧月？他装的天真无邪，慈父接近，是不是也想要没有阎王的阎罗殿呢？放屁呢！要杀就杀，老子不可能把阎罗殿双手奉上，沦为朝廷鹰犬。老子但凡活一天，都是阎罗殿说一不二的殿主阎王。哼哼。不过，若是老子真死你手里，阎罗殿3000死士800暗卫，不知道皇帝能不能睡个好觉。皇宫重兵把守，朕也能派铁骑踏平阎罗殿。省省吧，秦卓，你的探子好使，为何非要我阎罗殿不可？你当真以为铁骑将军我不认得？他每日吃喝拉撒过的酸甜苦辣，我那诸王殿都一一记录在案。哼，又如何？百里清佩戴无恙，手持阎王的孝月令，就算是半边天的善物，又能压制几时？哼！何况如今谁说朕只要阎罗殿？你要死阎王，凶猛牲口一样。公主，沐浴上药吧。他的伤滚出去！自行令发。青宝，你看，爹娘成就突破，炼成洗髓丹了。有药草香哎，爹娘是最厉害的。青宝，一朝得见，喜乐平安。愿百里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。青宝，只有娘亲喜欢唤我。笔锋苍劲，是颜渊写的。这纸条出自同一章，颜渊说的是真话。顺景恭从，好好修炼，时医问药，不得荒废。洗髓丹惹了祸，可丹药无错，错在谁手？这药，爹娘只交于温良恭谨之人。儿子切记，识人善变，不能一叶障目。谆谆教诲，儿子都记得，一定乖乖等爹娘回来。爹娘正是因为七叶堂主突遭杀害，里外混乱，才逃出来的。公主怎么这般着急？难道阎罗殿下了招魂幡吗？是书可记的，
当年我爹娘是在哪里找到的？弟子汇报，是在七叶堂附近水潭山坳的破屋，破院里有几具七叶堂弟子。你爹娘是救我活命的恩公，你我一刀两断。一叶障目，我真的错了。阎王下令不让我进。阎王于5日杳无音讯，诸王殿下令，除任务外，阎王殿禁止出入。5日，手持无恙，横行无忌，闪开！不依无恙是来往行令，擎苍笑月是阎王权令，你须臾接近，怎会全然不知？几次三番，你都是守殿干等，为何不派人搜寻？若阎王魂归，你手持擎苍无恙，便可接任阎王殿主。我要七叶堂灭门和武林大会前后的所有情报。阎王失踪，口风严谨，不得泄密。若江湖上有人知晓，我唯你是问。你送了什么？那日诸王殿，你话里有话的猜到，为何不明言相告，害我误会阎王一场？哼，你们这种年纪小城府深、自信自负，都更相信费功夫得来的。我直言相告，你就相信吗？的确，我发现令星月堂假扮七叶堂，引幕后人能有所行动。秦卓登上皇位，自视甚高，不会善罢甘休。若有不测，你紧急部署，迅速收缩。阎王一早留话，若他无故失踪，当第一时间收拢势力，养精蓄锐。你们知道会是谁？七叶堂一夜崛起，豪言壮语售卖失传已久的洗髓丹。哼，小狼崽反应挺快的，懂得打7寸倒是聪明。你指使七叶堂得到洗髓丹，行迹败露就让阎罗殿出手毁尸灭迹。若当初没让你回阎罗殿，朕可能更早2年夺权登位。是啊，或许暗卫统领的我能帮你夺取阎罗殿，收作己用。可世上没有后悔药，现在也不晚。晚了，当初的你只信自己，现在后悔实属正常。朕持权向来不受把柄，他既然敢拿东西换，朕就让他有来无回，或者别对他打歪主意。哦，不是沉着冷静、波澜不惊吗？瞧瞧，一说小情人就冒刺儿了。也不妨让你练练他。洗髓丹给你，颜渊给我。先验明真伪。不是血仇吗？颜渊和洗髓丹值得对等了。小不点，把东西攥紧了，小心秦卓当场出尔反尔。你还好吗？我珍藏10年都没动过，你这败家孩子。又不是灵丹妙药，过了期，药效甚微。鬼灵精，老滑头。颜渊身有残留隐中和太监的幻毒，两者无解，更是火上浇油。没有洗髓丹，他就没救了。瞧瞧，我可是为你一张脸养出这一身的伤啊！你想要什么？解药我有，你替他召开武林大会，当上盟主，率领江湖武林院为朕效力。你要信他达到目的还舍得救我，就是被夺舍了。江湖武林的阎王只是个人，
逃不过生老病死。百里清，活人犹可替，死人不可越。我想做你心里永不可超越的人，如何？今日我必定带走颜渊，且看皇上是否埋伏兵将，除掉这里所有人。真没想到19少年竟敢围困帝王。哼，他心甘情愿困守南荣城，杀了我，他也难见天日，不得自由。我早晚杀了你，带他走。能走吗？能，老子就乐意跟你走。颜渊，秦州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哼，真的。我是江湖上的无冕之王，我活着绝不可能让武林门派为朝廷做事。秦卓不懂，百里清，你懂我吗？我愿意懂。伤口还疼不疼？你心口还疼不疼？你还油腔滑调，本身就有残毒，十分影响伤口愈合。你心疼，我的伤就不疼。颜渊，回阎罗殿打开药炉，我重炼洗髓丹。怕我死啊？是不是没人能代替我？战物就很好，人狠话不多。哼，他呀，别看和你年龄相仿，10岁就吊死在那一棵老树上下不来了。哎，别说你要抱我走，也不要面子吧。就是少时被死老头打断了腿，也都是单腿蹦进阎王殿的。老店主真能听你叫他死老头，不打你才怪。嘿，他敢掀棺材板儿，也就让他晒晒太阳，骨灰飞扬。封顶的人都走了吗？来，都走了。行，那背我走吧。好嘞，你睡会儿吧。风声雪荡开了云月，我看见星辰落你眉眼，木帘悄悄蔓延，深更方寸心间。小兰，饿不？炉子给你炖了粥，我给你端来。才3、2天就瘦了一圈，洗髓丹没进城就先放放。好，你别操心，我百里家族一脉相承，少有失败。扶我去正殿，今日年度会审。搞得好像吏部官员似的。拜阎王。单务率诸王殿800斥候密探，阎罗殿主控5000暗卫5000杀手，另有阎王一人率死士主司朝廷密信。我刚说的，你可听见了？听见了。那么，好。半月后，百里清继任阎王，到时不一无恙授予单务吧。没劲，散了。颜渊，单务，朝廷事了，你安排好诸王殿，就去南荣城寻人去吧。秦卓不会善罢甘休的。3000死士混在皇城禁卫里，等他察觉，一切都晚了。被他关押的5天里，
你还能算计部署？3日后武林大会，若我当真是无冕之王的话，才能和他谈一笔大买卖，用来买他的命。都坐。倒真是到齐了。哪能做啊？听说七叶堂重新崛起，阎王不给个准话。是啊，10年前轰动江湖的洗髓丹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不如劳烦阎王树立个武林盟当个盟主，无偿打假，肃清一切江湖风气呀！好提议，有理有理呀！哈哈，诸位名人侠士都这么想，那本店就办个武林盟，群策群力，遵纪守法呀。果然成了欺人大典，简单荒唐的十分认真。整个武林因为有阎罗殿的防守，让朝廷无法搅动祸乱，各门派都过得悠闲自在。是啊，连阎王现在都只关心咱们这小情小爱。你就是个大无赖，5000暗卫杵在外面围着，谁敢说不？当初我爹娘300颗丹药，只炼成了3颗，给了你这么个温良恭谦之人，纯纯的浪费了。百里，别怕，洗髓丹无毒，就算不能全解，也比现在要好。要不还是先别吃了，要不先找个人试药，这次我炼成4颗，有剩，时间上也来得及。干什么？都敢带人围困当朝皇帝的百里清，居然这么胆怯？废话，那能一样吗？对你我敢乱试吗？看看你是我的谁？叫百里说说，我是你的谁？极重要的人，只要活着就顶顶重要的人。那死了呢？你能不能别乱说话？哎，你能不能别突然乱吃东西？颜渊，这是生死簿里面所有门派的短板秘辛，还有阎罗殿上下所有的统筹布置。就算说你老，也不过而立之年，你干嘛上赶着交代后事？看看，都把狼崽子吓得说胡话了，这叫利益均摊，财产转移，小笨蛋。演员，怎么了？演员，别吓我！演员，别哭，对不起，我没见过，不知道会这样。你别死，都是我错了，不该误会，不该伤你。好吧，你没听过排毒养颜吗？排毒吗？真的是，脉搏有力多了。看把狼崽子吓的，真是我的罪过呀！啊，我扶你梳洗。你帮我梳洗，我没力气啊。好，我帮你。最好是陪我洗漱。好。春满天下雨，我身共身万丈。还要多久？你做了多少呀？乖乖啦，我给你包了饺子，面揉多了，再给你下碗面。哟，是我喜欢的韭菜鸡蛋虾仁馅的。鸡蛋都换成王八肉，上菜刚好，一会儿又去面圣谈判，必须给你补补。至于吗？前几次闹得不愉快又不赖我，我还是吃面吧。也行，昨天新送来的鲍鱼海参还有生蚝，给你做个高配版海鲜烩面。哼，你想憋死我就直说。你上菜刚好，那种事细水长流才行。黄瓜饺子海鲜面我通通笑纳，但是百里清，今晚你死定了，明天再去宫里也不迟。哎，伤刚好啊，急不得，摆瓶秦卓要紧。我有必要重振夫纲，让你从里到外重新记住我。
阎王呢？一早留话了。阎王交代去接人。接谁？属下不知。百里，出来看看我给你带回来的玩具。这2天你就是去接他了？快让爷抱抱，这2天想死我了。一言不合就把私生子领进门，你还有脸说我？什么私生子？这是秦卓非要放进阎罗殿，日后趁机取代我的。一个小孩子懂什么？生恩养恩里撕扯挣扎罢了。要是能养成你这样的奶狼崽子也不错呀。好啊，让他认我叫爹，我给你往好处养养。我不在这几日，你又见了各门派的年轻公子，听说有不少聊得志趣相投啊。是啊，都是年龄相当的，一个个都比上午有趣多了。真是自作孽不可活，我怎么就把生死簿给你了呢？这都能踩着我上去，再撇下我单飞了。说什么呢？我哪有这种意思？那日追回来，看到3里山头的血迹和隔了几座的混乱树林，你知道我有多怕？我花了多少力气忍住惶恐，赶来阎王殿里。我才说了2句，就和我诉委屈。那时你赶回去伤了所有七叶堂弟子后，又把我爹娘移进屋里的，对吗？是我。我想他2位并不想留在七叶堂的，就不敢就地埋葬。想着既然他们有了儿子，那风平浪静后自会来寻。爹娘说的对，你本就是温良恭谦的人，他们才会信赖你，把洗髓丹托付给你。我早该想到的。嘿，这是怎么了？我走了2天，突然就会自我反省了呢？这2日翻了生死簿和那些陈年旧档，才越发心疼。哦，现在才相信我不是像江湖传言那般心狠手辣、草菅人命了。是，我知道我的颜缘一直很好，即使被生父亲手丢进深渊，回来之后也不过是冷漠处事。明知道就算老店主创立阎罗殿，看似摆脱了朝廷，可暗地里不过是为秦卓牵引着一条江湖眼线，也不忍心戳破表象。是啊，隐中制约的就是公众安危，怎会有解药？他自己养大的孩子联合外敌给他下毒，死前看见拼命要挣脱的秦卓再度出现，还把阎罗殿上下的以后都算计了。即使再悔不当初，也为时已晚了。相信死前他一定觉得对你愧悔，却不得不逼你接下阎罗殿。他相信唯有你能与秦卓制衡，除了你，谁也不行。哎呀，原来百里心中的我这么无可挑剔啊！你看这柄刀，眼熟不？非常眼熟。你还想捅哪儿？捅个对称？不是啊，我那天混蛋伤了你，如今想让你捅回来，不让我过不去。哼，开什么玩笑？你想两不相欠的要去干嘛？摆脱我寻自由去吗？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哼，还是说你怕自己越来越老，被我嫌弃不中看也不中用了？岁月从不败美人，小百里正值年华，我才是昨日黄花。若有诗书藏在心，携来芳华成至真。你我表里如一。阎王不要妄自菲薄啊！风铃那天，秦卓看你的眼神，我可是触目惊心，终身难忘。当崽子，爪牙锋利，收缩自如，你赏的那一刀算欠定了。若以后生了2心，我就还你。所以这个娃娃是秦卓的谁？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啊，他勉强算个皇室宗亲，和我毫无关系。我和秦卓从此江湖不见。把他放去哪儿？善务这会儿都到南荣城见心上人，发誓不把人带回来，他也不回来。诸王殿事务，
你继续着手看顾。这孩子找个院子养着也翻不出什么浪。你想好啊，你和我可造不出个孩子，以后这阎王何人接手？你呀，比我小了10岁，有我护着且活着呢。这阎罗殿你休想走出去。我家阎王就是个内心柔软的蚌壳，明明没人对他好，可却为着那点亲情，愣是让阎王殿树立成屏障，把朝廷和江湖割开，保护整个江湖不受荼毒侵扰。我家百里也是盘量条顺，为了我的幸福善解人意的操碎了心呢。1月1次我都缩减成半月1次了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。嘿，你当月信呢？1月1次的折磨谁啊？走，也带你去个世外桃源。家里上下那么多事了，你还想出去玩？管他呢，老子不自在，谁都别想自在。快走，也带你出去乘风破浪，再进一步。破什么浪？你现在好了也不能近水受寒。嘿嘿，只有你皮儿薄脂满，水分多，只破你的浪。你把洗水丹给老子吐出来，以后喂兔子都不喂你。我喂你，喂到饱，喂到撑。啊！你给我闭嘴！